那天群里聊天，东哥一见我出现了，赶紧给我发了个视频，在群里头。什么视频呢？他卧推大分量杠铃的视频。我就来了一句，我说 FT 出了这个垃圾拖斗，东哥立马就要发视频威胁我一下。东哥回了一句，哎，这不叫威胁。我惊恐地回复道，东哥啥意思？你非要一拳把我呼成方静心，那才叫威胁吗？听我办西话，打发无聊吧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泛无聊。感谢波波舍身取义支援的 FT 拖斗。正面还是 FT 呢充满浓浓的艺术气息的漫画峰会拖斗的人形和载具，背面是拖斗的人形和载具的各种噱头，还有目前出的4个成员的合体照。要不说我就喜欢 FT 这个合体照，别人家的集体照照出来呢基本上还有点这个集体的感觉，就 FT 的集体照不走寻常路，集体照往这一站，各是各的样。内包还是 FT 传统的泡沫盒子，但是这回这个内包啊，我一定要给个好评。为什么给好评呢？因为这个内包里边啊，居然给垫了2层塑料膜，以前的都给1层。这回知道这个拖斗啊，身体宽，大脚宽，所以给垫了2层，这个是好评啊。纸制品溜门撬锁的人物卡1张，正面是拖斗的人形，背面是拖斗的人形载具，还有各种数值英文装逼的介绍。这回啊，这个说明书比武功心法强。我以前说啊 FT 这个说明书是武功心法，你得参你得悟。这回啊，这个说明书你不但得参悟，而且具备了一个什么样的素质呢？这个说明书它为你开智，做到了儒家那种啊为民开智啊，为万世什么建太平呀传绝学那种效果啊。配件什么金属喇叭啦小枪啦，这都是标配，咱就不说了啊。必须夸一下这个配件，虽然我不知道这个配件是要干什么，但是肯定是腰腹结合的啊。这就是 FT 为迷友想的地方啊。虽然我们达不到一体化，但是我们努力做到我们有一体化的这个效果啊。真的，我真没想到，你说你5个合体你给做个泳衣，你他妈不好意思啊，你这个为了美型牺牲了你的技术，或者是你没有那个技术，你努力的做到了泳衣合体，把主体变方块，也算是变形的一大突破。但是我真的没想到6个成员，胸和腰已经都分好了，居然还要给上一个这种类似于外装甲固定的这么一个东西啊，真的是太为民友着想了。知道自个儿家东西重，单纯6个合体技术达不到，就跟爱豆一样啊。虽然我没演技，虽然我唱歌烂，但是我努力的想尽一切办法的加固啊，让这个大力神看起来更像大力神，更好看一些。所以说这个配件啊，一定要夸一下啊，好评啊，真的是好评，真的是太棒了啊！这个 FT 一心一意为民友服务啊，真的是太棒了！真的，我觉得有时候你做人就是这样的啊，不管你有没有那个能力，但是你一定要努力，天道酬勤嘛，对不对？哪怕你骗人呢，也要展示出一个100%的演技来，对不对？就像 FT 这样，我努力
哎，你别管我有没有那个技术，你别管我有没有那个设计，你别管我有没有那个逻辑，我努力，哎，我从方方面面努力，我努力的展示出，哎呀，我这个单体啊，铲车屁股上安个叉子啊，好一体变形，哎，我那个挖到机里边啊，长个手，哎，我们一体变形，我努力的给你展示出了我有这个一体变形的趋向化，你别管我是不是，你就问我努力没努力。脱斗的实物拿上来就是这样，开盒它就是个人形，一如既往的还是 FT 那种炫耀式的绿色珠光漆，你就别问容不容易蹭掉漆，别问好看就对了。然后呢，在脱斗这个左右两边啊，这个烟囱和这个驾驶室是真漂亮啊，尤其这个驾驶室的玻璃还是那种宝石紫那种颜色啊，真的是漂亮。这个烟囱呢修的也是漂亮，最主要是这个上半身跟下半身的这个比例啊，真的是太棒了啊！你别看由于这个下半身的太壮实，导致了上半身就好像一个小三角一样，但是给你呈现出了丰腰炸背的那种感觉啊！这个美型啊，就他们家出了这种殿堂级别的这种纸扎模型里边啊，这都算不错的了。为什么我摆了这么一个难看的造型呢？身体朝前倾，腿呢朝里窝，没办法啊，这就是 FT 细心的地方，也是 FT 努力的地方啊。虽然我没有那个能力给你们做一体设计，但是我努力的给你们呈现出了这种一体设计的假象啊，就是这么的简单，就是这么的一体。看见没？我这个一体，而且在这个说明书里啊，我也是一体变形。最主要是我有一个新技术啊，铆钉抽插技术啊，看见没？这个铆钉是可以摁回去的啊，铆钉抽插技术啊，太棒了！而且这个在一体变形里会用到啊，真的是太棒了。铲车后面安个大叉子就够可以的了啊，但是 FT 的这个产品呢，我觉得虽然它没喊出这个口号，但是它做到了啊，它的产品一直在超越自我。当铲车屁股上安了个叉子已经成为过去式的时候， FT 更新了这种屁股上的新模式，脱斗我给你们闹肛肠脓肿。哎，这个玩具在这个一坨脓肿出现的情况下以后啊，你就感觉这不单单是一个玩具了，这已经具备了一定医学教学的这种教具的感觉了啊！真的，你以前打脱斗变形就是个玩具，加上这个以后，哎呀，让你有一种你感觉到了肛肠科里边一个病例啊，肛肠脓肿的感觉。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啊！一说我玩个玩具，我还得了解医学知识，多学点就是不一样。伟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什么能成为文豪？因为他先学的医学知识，有了一定的医学知识储备，哎，这才后来变成了文豪啊，写出了我家门前有2棵树，一棵是枣树，另一棵也是枣树。如果说你这个脱斗玩多了，哎，面对这个肛肠囊肿，你具备了一定的医学知识以后，说不准你的写作能力也会提高。我玩过 FT 2款产品，一个屁股上有叉子，一个屁股上有脓肿。你看，你比鲁迅还强，他2棵都是枣树，你还有分类叉子和脓肿。所以说呀，这个模具你不单单的要看它的表象啊，什么变形切片呀，什么难呀，什么做工不好呀，容易断，不要看这些浮于表面的东西，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，看本质，它能提高你的医学知识，为你将来迈入文坛积累一定的文化艺术知识打底。真的不错啊，这个模具而且说明书一直展现出了 FT 的努力，这个东西我能一体变形，你耐变车也好，是耐变组合体也好，我都能一体变形。我也一直以为它一体变形焊死在这个上面了，直到这个脓肿无意中掉下来把我的脚砸了，我才知道这个东西原来能拆下来。怎么拆呢？顺着这个轨道啊，把这个划出来就行。哎，就这么就拆出来了。我为什么要拆出来呢？为了变形方便啊！真的，有这个脓肿和没这个脓肿，变形就是2种事儿。
看，把这个囊肿一摘除，哎，你也就能摆出更多的这种可动的姿势了啊。比如说这种迈步呀、鞠躬步和半蹲步就有点难，因为它这个后面还是一坨太重。但是呢，你能摆这个走步的姿势了。你要摆这个走步的姿势呢，你就得把这个脚后跟拆下来，调整到上面。如果它这个片儿在这个底下的话啊，就锁死了脚底板，不好挪动。因为你终究得调一下这个脚底板的可动性。不管怎么说吧，这个肛肠脓肿一切除啊，你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脱斗啊，身体也变得轻快了啊，也比原来好看多了啊。这个有肛肠脓肿和没肛肠脓肿啊，的确是不一样。整个这个脱斗的可动呢，该有的都有啊。这块儿啊，该有的都有。但是呢，怎么说呢？这个齿轮的感觉啊，你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？就是好像阻尼感不是那么大，支撑力呢也不是那么强。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，不一定说紧就比松强，有时候太紧呢也会容易造成掰断。我们就要松紧合适。这回 FT 调整的挺好啊，松紧合适。虽然加上脓肿啊，这些关节支撑不住，它摆什么 pose？ 你摆什么 pose？ 一个合体的零件，你把它做成合体不就完了吗？你摆什么 pose？ 拍什么照，对不对？你得分清主次。FT 这回就分清主次了啊。唯一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啊，这个件跟这个件啊，你把这个件拉出来以后啊，你如果说不用这个件补充美型的话啊，你能把这个可动性的延展性啊，就能更加一段出来。我为什么说得注意这儿呢？因为这是个扣啊，它容易松，你弄的时候小心点，别把这个齿儿掰了。其他嘛，这个人形就没什么可说的，我们直接就开始变形。真的，就这个变形过程太棒了。其他3个单体变形比起这，那就是3坨屎，这个才是屎中之黄。我们先把这个片儿分开，然后呢，整个把这个部分打起来，别着急变后面啊。我们现在开始腾空间，切记啊，一定要把这个扳钮扳到后面去，再往下拉这个胳膊啊。为什么呢？这就是 FT 细心的地方啊，他怕这个卡扣啊斜插，哎，你玩的时间长了磨损，卡不住胳膊怎么办？哎，我给你闹个2扣，这个凸装跟这个窟窿啊有一个2扣。就是靠这个拨钮啊控制了，哎，你看出来了，回去了，出来了，回去了，就是这么的简单，就是这么的有效。整个把胳膊的空间打开以后呢，我们就开始专心致志的变上半身，把这一块窝回来，然后呢，把这块掰出来，掰出这块以后呢，把上面这个车副灯这儿啊拉出来。然后整个呢把这儿拉出来，抬起来。接着我们看这个部件啊，整个把这个部件都拉出来。后面那一坨我们不管了啊，我们把这块翘起来。翘起这块以后呢，再把这个保险杠翻上来。接着呢，我们要把这个手往上抬。为什么往上抬呢？是为了这个旋转啊，胸部旋转不跟底下绊着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旋转这个上面的胸部啊，这手里一坨一坨的啊，的确是挺麻烦。哎，旋转过来了。然后这个说明书第一个开制的地方来了啊。你看它这儿画的是在这个窟窿里头啊，有一个什么卡扣之类的啊，你找了半天也翻不出个什么来。为什么我说开制？你不光得参，你不光得悟，你还得必须把自个儿训练到跟这个设计师同频的这种脑波率来啊！你得设身处地的转化自个儿的想法，你不能把自个儿想成一个迷友了。你得把自个儿想成一个设计师，从设计师的角度，这一步是怎么用呢？哎，是不是跟这个 FT 共情了？这就是这款产品最大的优点，能让你跟 FT 设计师共情。其实这一步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啊，把这个挑到上面去，正好也变到手了啊。我们把这个手也就顺势给它收了吧，整个把手这抠开。
把这个片子啊，说明书让你朝外翻，其实是错的啊，朝内翻。哎，放进来，整个把手呢也放进来，把这个顺势一盖。接下来依然是细节的处理啊，把这个小棍棍翻上来，做一个美型的修饰。把这个板子呢整个放下来，然后把头部抠起来，旋转一圈，整个把这个头部摁下来。这时候啊，再把这个板子旋转啊，看 FT 对这种应力和这种空间的把握有多帅啊！就这么啊转上来，哎，有那种阻尼感，还有那种相对的抵触感，太棒了！你都没想到啊，这样我居然还能分开转上来，是不是一个惊喜 ？Surprise！ 转上来以后，别着急，再把这个折叠下来。哎，这有个卡扣啊，跟着密合一下。不光密合这儿啊，这个烟囱跟这个顶盖这儿也有一个凸跟洞的结合啊，这就锁好了。锁好这两个部分，我们左右结合一下。翻到后背，我们继续处理后面这一坨，把这个零件翻出来。看见这个小零件了吗？继续啊，翻下来。整个把这个零件部分再旋转90度，把这个副灯部件呢先扬起来，然后呢让它旋转下来，车头跟这个部件呢密合，再用这个副灯零件呢锁一下。这两步的变形啊，你别看碎啊，你别看变之前一坨一坨的，又是转又是旋，哎，有一种层叠锁扣的感觉，真的啊。太棒了，这种感觉。然后把这个拉出来的部件呢，再叠回去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要把这个肛肠囊肿卸下来，不想按照这个说明书一体变形来。当你把这个肛肠囊肿卸下来以后，你就会发现你这儿有绝对的空间，让你这个手啊施展绝对的横移力道，把这个大腿这个部件啊横移的划开。如果你有这个肛肠囊肿的话，打个比方说，我们没卸这个肛肠囊肿啊，就在这一块儿，你看看你这个手指的空间，你能使多大劲儿？而且这个大腿横移这个劲儿啊，尤其是新玩具，粘连的特别紧。我说的不是安，而是粘连。当我们把大腿横移开以后，我们旋转一下，这个难点就又来了啊！不能说是难点吧，开制的点啊又来了。哎，我参详了10多分钟，我见这儿也有轴，这儿也有卡，我觉得应该是啊，按照说明书是往后掰的。但是呢，他这一步画的又很开制，就是又让你把自个儿从一个迷友的身份带入到设计师的领域里。哎呀，真的是太棒了 ！FT 这个玩具啊，老让你去感受设计师的思想理念，让你带入到他的领域里，让你自个儿在玩的同时积累了医学知识，迈入了文化艺术殿堂，最后变成一个设计师啊！你就想，哎呀，这个地方应该是啊，按设计师的领域展开啊，你就应该是往下掰啊，能分开。但是呢，使劲儿呢，你就感觉哎呀，这个玩意儿真紧啊，容易有断的危险，又不可能。但是呢，你再通过你带入设计师这个角色，展开你自个儿成为设计师的领域以后，你毅然决然的下了决心啊，没错，这儿就是能分开，分开了。然后呢，你通过这一个部件啊，你突然会觉得你是不是有些地方超越了设计师？比如说这个零件造型的设计，它这个卡扣为什么这么硬呢？如果说把这个角切一下，造成一个切角，这个零件就不会硬了，而且变形的时候啊，要卡，你虽然是个切角，但是呢，你有上面这些东西，你能卡住。要分，哎，你因为这个切角有一个自然的过渡，咔嚓就分开了，而不像现在这样，你总感觉你会掰断这个东西。所以说 FT 这个拖斗是个好玩具，让你进入了设计师领域以后，有了自我的一个想法。然后我们变这个腿啊，先把这个跟脚底板拆开，
把脚底板打开，把这个部件啊挑开，再把这个部件也挑开，拉开了空间以后呢，把这个轮子分开，旋转出来啊，然后呢再把这个部件打回来，这个部件呢就翻开，把这个凸点啊塞到这个横杠的底下，你翻过来就有一个过渡，把这块翻出来，整个把这个再压回去，整个把这个大腿打开啊，就刚才那个扣也打开它，哎，朝前窝。不着急啊，我们一会儿再调理它。我们先收拾这个轮胎，先把这个胳膊呀叠回来。这样不行啊，你得把这个打平了，哎，这样才行。然后呢，调整这个轮子，把这个轮子朝下，看见这个部件了吗？往下拉，这个比较紧啊，抽出来它，哎，抽出来。然后看这儿啊，这儿有个凸，这儿有个洞。抽到这个位置合适的时候呢，把它摁进去，把上面这儿呢合回来。弄这条腿之前呢，我们先把这块翻起来，翻过来以后呢，切记先把这个挂钩挂上，然后呢把这个轱辘这儿锁住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两个大板子密合到一起，密合还没完事儿啊，用这个钩子再勾它一下。最后呢，利用这个零件跟前面做一个美型修饰上的这么一个锁定，拖斗变形成这个美利坚矿山装卸车就是这样。我想有个疑问啊，咱在地球上的这个矿山装卸车这个烟囱啊，因为它应该是这种大功率的柴油发电机，这个烟囱应该是露出来往出喷废气的啊。但是呢 FT 这个矿山装卸车啊，是塞伯坦的矿山装卸车，人家是烧能量块的啊，不用排这个废气。所以说呢，用这个顶棚啊，就把这个烟囱就盖住了，而且还巧妙的把这个烟囱作为跟这个顶棚的一个连接点啊，这个连接点、密合点、卡扣点真的是太棒了。装卸车啊，充满了浓浓的塞伯坦风格啊，比如说这个前脸这儿这么大的空档啊，比如说底部这儿零件由于横移啊，造成这种错落有致啊，层次不同。如果说我把这个钢肠囊总安上的话，你们从后面看还能看到一块紫色的这种，你可以把它当成这个压车铁的这么一个部件来想象啊。这个浓浓的赛博坦风格的装卸车啊，虽说这个斗啊不深，也装不了什么，还充满了裂缝和这种能漏下土的这种大缝隙啊，无所谓，反正人家在这个赛博坦呢是挖能量块的啊，不像地球上挖点矿石还一堆土，人家那儿没土，就是纯能量块。而且这个拖斗你不能老夸，你得找一个缺点啊，就是没缺点我硬凹出一个缺点来。什么缺点呢？就是它这个装载车啊，不是拖斗的铲车，刚才说错了啊，是拖斗变形的这个装载车啊，必须凹一个缺点出来。它这个缺点属于我鸡蛋里挑骨头啊，就是你即使是在塞伯坦拉矿石啊，首先这个车斗不深，拉不了多少。而且你这个车斗啊，这个上台的坡道太大，坡度太大，你后面也没个拦的，所以说这个装载车呢，就属于狗熊掰棒子啊，一路捡一路掉啊，前面装好了，一路走啊，哗哗哗全流了，然后再装再走，哗哗哗又全流了，就这是我鸡蛋里挑骨头挑出这么一个缺点来。其他这个载具都挺好，都挺好，都挺好啊。我刚才说的这个烟囱不冒烟啊，被这个顶子挡住了啊，这个不是缺点啊，这个是个优点啊，这是赛博坦装卸车，人家不排烟不排废气啊。从这个人形到这个变形到这个载具，你玩了一圈以后啊，你就能感受到欧洲老贵族的那些快乐啊，真的。欧洲老贵族是什么快乐呢？说文明点，跨物种交媾；说不文明点，真是日了羊了啊，真的。欧洲那些老贵族跨物种交媾啊，跟羊玩，被仆人呀发现了，老贵族怎么办啊？就开始假装啊，这个羊是恶魔，它变成了美女诱惑我啊！上帝原谅我，我被恶魔诱惑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欧美神话里边羊是恶魔的化身的由来了啊！其实羊是无辜的，真的。就这一通把玩下来。虽然我们是中国的平民啊，你能感受到欧洲老贵族的快乐，
真是日了洋了。我本来以为啊，网上发的那些对 FT 啊什么做工不行啊，什么这块撬不开呀，都是在人变载具情况发生的啊，什么说明书变漏了，没有啊，这个说明书我证明没有错画，也没有漏画，人家只是开智让你进入到设计者的领域啊，就像火凤燎原讲话，进入我的领域。哎，所以说呢，人变这个装卸车说明书画的没有问题，有那么3步啊开智，一个是往起搬这个腰部，一个是那个小零件的往起合一下，还有就是手的那个卡片啊，那是开智，那不是画错啊。网上爆出来的毛病呢，基本都是合体，说这个驾驶室有点紧啊，弄不开了啊，设计有问题，为什么要驾驶室当一个连接点呢？我还是那句话，当你们抱怨的时候，你们是不是应该通过拖斗人变车进入过设计师的思想领域里头，你们在变合体的时候，你们是不是也要进入一下这个设计师的领域，用设计师的角度去想这个东西呢？如果说你们没做到这一步，你们就没体会到 FT 拖斗这个玩具最大的优点，将你们带入设计师领域的这个特点啊，从人变车，让你们从设计师的角度去想，结果到了合体，你们放弃了从设计师的角度去想，你们又回归到了米友的想法去合体，然后抱怨，哎呀，驾驶室不行，哎呀，这个为什么把这个弄成一个连接点啊？这么操蛋啊！这个设计师 FT 不把米友当人看啊，卖了3个了，以后的我们也得买，现在就开始坑我们了，随便设计，扯淡！这是你对 FT 和 FT 设计师的误解，是因为你从这个领域里又脱出来了，又变成了花钱的米友领域思想领域去理解这款合体的过程啊！你没有做到 FT 让你们进入了设计师领域的这个步骤，所以说 FT 在拖斗身上，包括他的设计师也好啊，他们下的心血都被你们浪费了。你们这样花了自个儿的钱，去浪费了 FT 和设计师辛辛苦苦为你们展现的设计师领域，你们不觉得难过吗？你们这些花了钱买了拖斗抱怨合体和变形操蛋的人们，你们不觉得你们自个儿惭愧吗？你们为什么不摸了自个儿的良心问问，你们体会到了 FT 和设计师的良苦用心了吗？你们什么都没有体会，你们只是按照自个儿的角度去出发啊。当然了，有一部分民友体会到了这种苦心啊，即使合体折腾半天，驾驶室拆不开，点又难，也设身处地的为 FT 和设计师去做辩解。虽然我花了钱，但是我进入了设计师的领域，虽然我没有完全理解，但是我理解了一些皮毛，我就用我这些理解的皮毛为 FT 做辩解，是代工厂的锅，是工人组装的着急了啊，跟 FT 设计没关系。你看，这就叫花了钱，体会到了 FT 的心血，从而完成了一次自我的升华。哎，你别以为说，哎，我花了钱，我就要从我的角度去出发，不可能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是说是你花了钱你就说了算，你就有资格去抱怨。比如说 SM 俱乐部，你花了钱了，你抱怨什么？对不对？进去不照样抽打你、恶心你，你还得高高兴兴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看的不是说花钱我们就要去抱怨，我花了钱买回来的东西有什么缺点我要指出来，你不要这样想，你要看你花了钱，你得到了一种什么样的情绪价值。FT 和 SM 俱乐部给你提供的情绪价值是一样的，哎，你看都是花了钱啊，都是被抽了啊，只不过呢 SM 俱乐部是肉体上的抽打，这个是心灵上的抽打，但是我们依然
有容乃大，我们思想转换，我们替 FT 着想，这就是社会的进步，这就是文明的进步。如果说我们花了钱买了 FT 这款这么好的产品啊，我们不觉得被坑了啊，不要觉得以前的产品都是骗人的，这个脱斗出来就是坑人的，不要这样想，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。如果我们人人都买了这款产品，都学会了为他人着想，我们是不是做到了和谐社会这4个字？真的，以前我说 FT 不好，现在我要对 FT 深深的说一声对不起。FT 为这个和谐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他从来没有宣扬，从来没有喊口号，他只是默默的用他的产品来潜移默化我们对他人的这种戾气，从而润物细无声的改变了我们的心理想法。我们即使花了钱，我们也要为他人着想，这就是共筑和谐社会最重要的一步，也是我们人类文明思想向前迈的一大步。各种宗教宣扬的世间平等、万物和谐， FT 用行动做到了。那么这期就是这样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你们肯定要问，为什么你吹了半天合体模式，这也好那也好，进入设计师的思想领域，你怎么不拍合体模式？我不拍啊，我没那么傻，这破玩意儿撬也撬不开。我在网上看了，有撬烂的，有撬成豁口的，有把漆面撬飞的，这是人家波波的啊，我弄坏了我还得赔人家，我等等啊，我等他6个出齐了以后啊，我看看这个漆面是个什么情况，看看有人有解决的办法没，我再借过来拍合体模式啊。